美国亮出双航母选项，中东局势升温。美中院压倒性通过保护台湾法案，金融威慑成台海新变数。多点反攻同步展开，乌军在南部取得进展。批准900亿援乌计划，入盟时间表或提前。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值得警惕的最新动向。就在美国与伊朗重新启动核议题谈判之际，美军却正在中东方向悄悄加码军事部署。谈判桌上气氛看似平静，但海面上的动作却并不平静。据《华尔街日报》11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通知正在维吉尼亚州外海进行演习的布希号航母战斗群，要求做好准备前往中东部署。如果命令正式下达，布希号将成为继林肯号之后第二支进驻中东的美军航母舰队。这意味着美军可能再次在中东形成双航母态势。3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虽然最终部署命令尚未正式签发，但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展开，而且正式命令可能在数小时内发布。原本布希号预计2周后才会从美国东海岸出发，如今推测演习节奏可能会加快，以配合新的战略安排。不过，目前总统川普仍未正式拍板，实际部署时间仍存在变数。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当地时间10日接受 Axios 专访时已公开表示，他正在考虑派遣第2支航母舰队进驻中东。他的说法很直接，如果与伊朗的核谈判失败，美国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这番表态让这次军事部署显得更具战略意味。事实上，美军上一次在中东部署双航母要追溯到2025年4月，当时杜鲁门号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联合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空袭，目标是遏制其对红海航运安全造成的威胁。双航母部署通常不是日常配置，而是一种明确的力量展示，也是一种战略讯号。因此，当前局势呈现出一种微妙状态，一边是外交谈判在进行，另一边则是军事力量在前推。这种边谈边压的策略并不罕见，美国显然希望在谈判桌上握有更大的筹码。同时，这也向伊朗释放出清晰讯号，如果外交路径行不通，军事选项并未被排除。接下来的关键观察点有2个：第一，布希号是否正式接到部署命令；第二，美伊谈判是否出现实质突破。如果双航母态势真的形成，那么中东局势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随之升温。目前一切仍在进行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博弈已经不只是谈判桌上的角力，而是外交与军事同步推进的复合对抗。此外，川普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了最新会谈，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2人的第7次见面。双方闭门会谈超过2个半小时，但最后并没有宣布任何重大决定。川普自己也说得很直接，除了他坚持与伊朗的谈判应该继续之外，没有达成任何明确结果。这句话其实信息量很大。川普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如果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是他的首选。但他同时也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我们就必须看看结果会如何。而他此前已经多次警告，一旦谈判失败，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还提到，去年6月伊朗拒绝协议时，美方曾打击其核设施。换句话说，军事选项并没有被排除。这场会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伊近期在阿曼重启接触，双方都形容进展正面，并预计近期再度会晤。但问题在于，谈什么，谈到什么程度，各方立场并不一致。纳坦雅胡原本被认为会敦促美国扩大谈判议程，不仅限于核计划，还要纳入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其对哈马斯、真主党等武装组织的支持。不过，从会后的公开表态来看，他并没有获得川普明确承诺。纳坦雅胡只是强调，必须纳入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与联系。这背后反映出一个现实差异，美国目前似乎仍将重点放在核问题上。川普在接受福斯财经新闻访问时表示，
一项好协议意味着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但并未说明导弹是否一定会纳入正式谈判框架。而伊朗方面态度相当明确，阿曼谈判只谈核问题，导弹能力不容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也公开表示，导弹议题是红线。因此，现在形成一种微妙局面：以色列担心美国只谈核不碰导弹，伊朗拒绝将导弹纳入谈判，美国则在外交空间与战略压力之间寻找平衡。除了伊朗议题，加萨局势也在讨论范围内。川普希望推进停火协议，但围绕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以均分阶段撤离等问题仍存在重大分歧。川普会后表示正在取得巨大进展，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成果公布。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为期12天的冲突。那场冲突让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库存遭到重创。以色列官员认为，伊朗正在尝试恢复相关能力，这也让以方更加强调安全红线。综合来看，这次会面并未产生突破性成果，但释放出几个重要信号：美以关系依然紧密，但在伊朗议题上的战略节奏并非完全一致，谈判仍在继续，但军事准备也在推进，外交与威慑正在同步进行。接下来，真正的关键在于下一轮美伊谈判是否能缩小分歧，以及美国是否真的会扩大军力部署。如果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中东局势或许会暂时降温，但如果破裂，紧张局势可能迅速升级。目前一切仍在博弈之中。然而，就在伊朗与美国恢复谈判之后，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对外释放了最新信号。在德黑兰自由广场举行的伊斯兰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上，裴泽斯基安公开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而且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查核。因为过去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最大争议，就是外界对其透明度和真实意图的怀疑。而现在，在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上，面对国内外舆论，他再次强调伊朗不追求核武，并愿意接受检查。裴泽斯基安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过分要求。换句话说，伊朗愿意接受监督，但前提是条件必须合理，不能被迫接受超出谈判框架的压力。这个表态正好出现在一个微妙时间点。就在上周，伊朗与美国恢复了谈判。这是自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冲突，随后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以来，双方首次重启对话。过去几个月，地区局势持续紧绷，如今外交渠道重新打开，自然引发高度关注。但问题是，谈判恢复并不代表气氛已经缓和。在外交与军事压力同时存在的背景下，裴泽斯基安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双重讯号。一方面，对外强调伊朗没有核武野心，愿意接受查核，试图降低国际社会的疑虑；另一方面，对内展现强硬立场，不会在压力面前屈服。目前来看，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差距。美国希望达成一个更全面、更严格的协议，而伊朗则坚持谈判应聚焦核问题本身，并拒绝额外条件。接下来关键就在于，伊朗所谓的任何查核具体范围有多大，而美国是否会接受这样的表态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中东局势正处在一个微妙平衡点，既没有全面缓和，也没有彻底失控。谈判刚刚恢复，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开始。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最近，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连续释放出2个非常明确的讯号，而且这2个动作其实是连在一起看的。先说第一个，2月9号，美国众议院以395票赞成、2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保护台湾法案。这个票数在今天的华盛顿其实很罕见，几乎等于2党一致表态。法案的核心内容很直接，如果中共威胁台湾安全，美国将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把中共代表排除出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包括 G20、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这些不是普通组织，而是全球金融规则协调的核心平台。意思很清楚，如果台海出现军事冲突，后果不止在军事层面，还会延伸到国际金融秩序。法案发起人卢卡斯说得很直白，
如果中国选择与台湾发生冲突，就要准备好承担后果。他还举俄罗斯为例，入侵乌克兰之后，金融制裁迅速上场。现在美国等于提前把这种惩罚机制写进法律架构，而且这次是跨党派支持。这代表一件事，在对中与台海议题上，国会的共识越来越稳定。不过，法案目前只通过众议院，还要送交参议院审议。上一届也曾通过类似版本，但最后卡在参院。这是第一条线，对外建立金融威慑。再来看第二条线，就在几天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主题是遏制对台湾的侵略。他强调，台湾位在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他说，如果台湾沦陷，北京将控制第一岛链中心，影响海上贸易与供应链，也会对日本、菲律宾形成直接军事压力，并压缩美军在印太的行动空间。在他的论述里，台湾不只是盟友问题，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话锋一转，谈到台湾内部的国防预算。最近，台湾一项为期8年、总额1.25兆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多次受阻。这件事已经引起美国2党议员公开关切。穆勒纳尔引用华盛顿总统的一句话，想要实现和平，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战争准备。这句话其实是对台湾说的，意思很明确，美国愿意支持，但台湾必须展现团结与自我防卫的决心。而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回应表示，守护国家是台湾自己的责任，政府会加强沟通，他有信心预算最终会通过。如果把这2条线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完整逻辑。一方面，美国在制度层面设计金融惩罚机制，对北京释放讯号，动武代价会非常高。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释放讯号，支持存在，但防卫责任不能外包。这其实是一种双轨战略。而穆勒纳尔最后也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是维持台海现状。他认为，除了军事与制裁，更重要的是反驳不实论述。换句话说，未来的竞争不只在军事与经济层面，也在制度与话语权层面。总结来看，华盛顿正在把台海议题从军事威慑延伸到金融秩序，同时也更加关注台湾内部是否形成一致的防卫共识。接下来2个观察重点：参议院是否会让保护台湾法案真正生效？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能否顺利过关？这2个变数将影响未来台海的战略节奏。今天是俄乌战争第1450天，这2天战场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乌军不再只是守，而是在多条战线同步反击，而且前线与俄罗斯纵深打击几乎同时展开。我们从北往南看，北线方面，乌军收复了楚胡尼夫卡、特尔努瓦特等地，在科西夫采维方向也有推进，甚至有俄军第18师部分士兵选择投降。库皮扬斯克方向基本没有明显变化，但利曼方向战斗激烈。乌军兵分8路推进，北线主攻新谢利夫卡，南线主攻克罗维亚。目前北路推进约 1.8 公里，夺回战术支撑点，南路推进 2.5 公里，并迅速构筑防御阵地。森林地带的清剿行动也在进行，俄军部分阵地已后撤。当然，俄军也在拼命反扑。他们渡过冰封的顿涅茨河，渗透扎基特内村，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试图突破侧翼。不过，乌军第81空降旅表示已将其击退，渗透部队被清除。利曼目前属于高强度拉锯战。再看波克罗夫斯克，这里局势相当紧张，俄军小股部队渗透活跃，甚至绕过第1道防线，试图打到2线。乌军第7军等部正在反击，在南翼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仍是激烈攻防。真正的焦点在南线，扎波罗热东线胡里亚波尔方向，乌军沿杨丘尔河发起反击，多支突击部队参与，推进纵深达到15至16公里。这个速度超过了2023年南线反攻时的推进效率。部分灰色地带重新被控制，多名俄军被俘。胡里亚波尔市中心基本收复，但零星战斗仍在持续。军事观察普遍认为，这不是全面总攻，而是一次试探性反攻。
乌军利用俄军通讯与指挥混乱，在防守薄弱区快速穿插，遇到重兵防守区则绕开，避免硬碰硬。这是一种控制伤亡、测试防线的打法。但战场变化不止发生在前线，几乎同时，乌军重启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而且距离越来越远。最新目标是科米地区的乌赫塔列油厂，距离前线超过2000公里。无人机突破防空后命中目标，浓烟升起。此外，坦波夫军工设施再遭打击，别尔哥罗德的变电站被火箭炮击中，克里米亚燃料库遇袭。更引人关注的是伏尔加格勒州科特卢班的炮兵总局，乌军先用无人机吸引防空火力，随后发射火烈鸟导弹打击军火库。爆炸持续数小时，大火燃烧至天亮。这里是俄军大口径炮弹的重要供应点，如果受损严重，将直接影响前线火力输出。可以看到，这是一套组合拳，前线试探突破，后方打能源、军火与电网。目的很明确，削弱俄军持续作战能力，打乱其补给与指挥节奏。国际层面也在配合。英国确认出资1.5亿英镑协助乌克兰购买武器，多数北约成员已加入相关采购计划。综合来看，这一波并非全面反攻，而是一场节奏精准的阶段性行动。南线15公里推进具有象征意义，2000公里纵深打击则更具战略震撼。如果远程打击开始常态化，而俄军后方能源与军火持续受创，战场节奏可能会逐渐倾斜。接下来几周将是观察关键，这波行动是短期试探还是新阶段的开端？时间很快会给出答案。2月11日，欧洲议会做出了一项重磅决定，正式通过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投票结果几乎是一边倒，458票赞成，140票反对，44票弃权。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在欧洲主流政治圈里，继续支持乌克兰已经形成高度共识。这笔资金将列入2026至2027年的预算安排，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国防采购，也就是直接补充武器装备，另外300亿欧元用于宏观财政支持，帮助乌克兰维持国家经济运转。虽然形式上是贷款，但条款非常关键。乌克兰只有在收到俄罗斯战争赔款之后才需要偿还。如果没有赔款，这笔钱实际上就接近无偿援助。换句话说，欧洲已经在为乌克兰提供中期财政兜底，而这并非临时起意，相关草案早已酝酿，如今只是正式落地。与此同时，另一条消息同样耐人寻味。Politico 披露，乌克兰最早可能在2027年融入欧盟体系，不过不会立即获得全部会员权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大方向基本明确，而且趋势越来越清晰，但过程将是分阶段推进。基辅仍需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设、经济结构以及反腐机制，而欧盟也会逐步释放权益。财政支持、市场准入和安全框架可能优先落实，而像完整投票权这样的核心政治权利，则可能需要时间逐步解锁。这既是现实考量，也是欧盟内部平衡的结果。说到欧盟内部，就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近年来在对俄政策等议题上多次与欧盟主流立场产生分歧，却又高度依赖欧盟财政支持。在欧洲议会内部，已经有人公开讨论是否应对部分成员国做减法，甚至包括限制或暂停投票权。这种讨论本身就释放出一个信号，欧盟正在重新思考自身运行方式，未来可能更加强调成员国在价值观和政策立场上的一致性。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与这种内部调整实际上是同一场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军事层面同样在同步推进。北约各国防长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外界普遍预计会宣布新一轮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计划。目前通过 Pearl 倡议，北约已筹集约45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制装备，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模式：欧洲出资金，美国提供装备，乌克兰获得战场补给。而在东欧前沿国家，安全氛围也在明显升温。波兰已经着手为潜在的与俄罗斯冲突做准备，计划建立高度戒备的预备役力量。
这说明欧洲并未将当前局势视为短期危机，而是在为长期安全格局做布局。综合来看，这一系列动作形成了一个清晰的3层结构：财政上锁定支持，政治上打开入盟路径，军事上持续加码保障安全。900亿欧元不仅仅是一笔资金，它象征着欧洲对乌克兰未来位置的承诺。2027年的入盟前景不仅仅是时间表，更是方向性选择。而北约采购与东欧备战，则是安全现实的延伸。乌克兰不会一夜之间成为完整的欧盟成员，但它正一步步被纳入欧洲的经济、政治与安全体系。过程或许漫长，但路径已经铺开。接下来的2-3年，很可能将决定这条道路能走到哪一步。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